点上一上，500块钱赢了，同学们了，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又过了一天，5月18号，我正在公司上班，处理公关部那些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儿。忽然想起应该给16号在场的几个伙计们通个电话，结果只打通了一个。接电话的是邓正来。他一听是我，又是大叫一声说：“嘿，正好有个事儿正想通知你。”他说那天中午一批人，严家琪啊、包尊信啊、曹思源啊等等，约好在复兴门立交桥上见面，商量点事儿。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你来了就知道，让我务必去。我心想奇怪，在立交桥上开会。那几天北京城就像个特号的大集市，四面八方各行各业都来赶集，热闹非凡。复兴门立交桥上照例是挤满了人，我准时赶到了。邓正来、曹思源、陈兆刚、闵琦等等陆续都到了，还有别的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人，包括不少记者在内，我都不认识。等了将近1个小时，老包和严家琪也没露面，大家胡乱议论了一番，开始纷纷走散。我把来的时候坐的车放走了，想叫辆车哪能叫得到啊？当时根本就没有出租车可叫，公共汽车也全停了。我们几个人就只好坐在桥底下的草坪上闲扯。邓正来义愤填膺，说政府如果还不答应学生的要求，知识界都应该去参加绝食。他说找我们来就是为了商量这个事儿。我主张再等等看看局势如何发展。将近下午2点，我和邓正来、陈兆刚，我们想起还没吃饭呢，外面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我顿时又可怜起广场上那些大学生来，日晒雨淋又饿得发昏，他们都在绝食嘛，确实是要有点献身精神才行。还是邓正来运气好，总算截住了一辆出租车。他说约好了王军涛、陈子明、老包晚上到统战部门口见面，让我务必也去。我回家昏天黑地睡到傍晚，骑上自行车就去了统战部。又是我头一个到，邓正来本人却没有来。王军涛、陈兆刚、柯云路等等来了10几个人，照例是东拉西扯，空议论。看看天要下雨，恰好统战部一位副局长出来看见我，跟我寒暄一番。我说快下雨了，能不能借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开个会？他表示为难，开会恐怕不好吧，不合规定，不过进来坐坐，喝杯茶随便聊聊，那是非常欢迎，都是老朋友了，不必客气。我当时心想，统战部这时候恐怕已经是自身难保。我们进去坐了将近半个小时，喝茶闲聊，中间陈子明冒雨跑了进来。那个副局长的那副样子似乎对陈子明不太欢迎，赶快站起来告辞。陈子明带来一辆中巴，一部分人告辞了，剩下的大约6、7个人就到车上去，又谈了大概1个多小时。我主张写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索性表态站在学生一边，不再居间调停。我认为我们的全部斡旋活动已经完全失败，统战部显然也已经被收回了授权，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现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2个，
要么旁观，要么介入。要介入，当然只能是站在学生一边，反对党内的强硬派。看来，局势只能是按照学生和党内强硬派这两边的激烈对抗的局面发展下去了，直到发生流血冲突为止。我说，袖手旁观不是我们知识分子应取的态度。到了从中间人、斡旋者的立场转向反对派、抗议者立场的时候了。尽管并不是人人都很坚决，但是当时在场的几位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一致委托我起草这份声明。我从柯云路的一本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让他们几个先签上名，准备回去再把声明写在这上边。我问他们说，还需要让诸位过目吗？他们说不必了。我当时心想，我要写一大堆打倒共产党，他们最后也只好认账。实际上第二天我就知道政府要动手的消息，就戒严了嘛，这份东西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写了。最后王军涛、陈子明说，这一时期以来，我们利用手里掌握的一些财力物力，陆续做了些事情。我们在吉门饭店设了点，联络各方面的人士，想要把各界首先站出来声援学生的人士联合起来，沟通一下情况，必要时采取一些协调行动，否则大家各自为战，效果很有限。各位如果有兴趣，今天就可以一起去。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去了，我其实主要是出于和军涛的交情，还有就是多少有点好奇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军涛是一位极为优秀的人物，极为优秀，超群出众几乎人人都这么评价他。我几乎没有听见什么人对他提出过严重的批评意见，除去认为他太狂之外。世上最容易犯这种毛病的有两类人，最优秀的人和最糟糕的人。前者是狂得有道理，后者不过是出于自我感觉良好，一种幻觉。后来我读了《狂热分子》这本书，这位作者说，创造历史的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极少数最优秀的人，另一种是极少数最低劣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人民群众从来就没创造过历史。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为了王军涛的狂，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狠狠地骂他。可是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甚至更好了。如果让我在我的朋友们当中举出3、4个最优秀的人物来，其中必定有王军涛。我觉得他这个人心地就像秋天万里无云的蓝天那样纯净，很少有个人思念。总而言之，要不是王军涛，我根本就不会参与联席会议这回事儿。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商量的这个事儿就是在组建所谓的叫首都各界爱国违宪联席会议，违宪就是维护宪法。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入任何一帮一伙，我宁愿独往独来。6·4以后的大逃亡，我也始终是独自一个人。军涛几次通知我一起走，我都没理会。我不能说我从来没后悔过，刚把我抓起来那几天，我真有点后悔没跟他们一起走，但是也不过就是后悔了那么几天而已。当时没想到他们到底也还是没跑成。那天晚上到了吉门饭店，已经将近半夜了，屋子里挤满了人，闲扯了差不多2个小时，我实在待不住了，我说我要回家去。军涛挽留我住下，我心想，谢谢吧，我可不想和你们这些臭脚丫子一起住。那天夜里刚下过雨，冷得厉害，
他通知我第二天上午10点钟就去蓟门饭店开个会，让我也参加。我答应了一声，登上自行车，拼命骑回家去了。你好，社科院研究所。王朝华，社科院研究所。研究什么？少江，北京大学，你什么系的？数学系，几年级啊？85。王丹，北京大学。你怎么穿这么厚衣服？晚上冷是吧？对。这乌尔凯西，师大。你才从医院里出来？他还在医院呢，在医院呢。他西医院住在哪个医院？北京医院，西医院。现在我们这些代表到这里来，实际上是抱着为那么多正在逐渐一个个接续昏倒的同学，为他们生命负责的态度来的。所以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尽快的明确对我们提出2条要求表态。我说的明确表态，因为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紧张。我们在这里作为这个发起者和组织者，也很为这些同学的生命安全担心。我想这可能也是各位领导同样有这样想法。正因为基于这种想法，更希望能够尽快明确，因为这2点并不是很难去进行解答的。这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已经答上一句话。如果谁还有问题，我希望再讲，你们再讲一讲。充分的，因为来了这么多代表，充分讲一讲。我们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因为中国确实发展和繁荣确实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发展到这一步，学生运动已经开始转向，可能是一次全民的运动。这样的话，学生运动本身，中央也承认了是比较理智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这种全民运动是一种理智化的运动。这样，我想向几位先生提出，就是你们尽快平息这种事态，那就是我们这2点要求。完了吧？好，听你讲来，好吧？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我们要从事的其他事业，如果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我看什么事情都衰了。广大同学都不是在搞动乱，是吧？我刚才好像几位首长都点头了，但是我要说，广大同学确实是在搞一场运动，他们确实是在比较自觉地搞一场民主的运动，要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一点我希望明确。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热情下，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干出来的，无法解释这次运动中的理智、冷静、秩序和法治。还有哪一位？要说这么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好像不太可能，这么短时间内。那么我倒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4月26号社论是不是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以后得出来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恳请在今天或明天的《人民日报》上迅速发一个社论，否定426社论，全面向全国人民道歉。当然，同志们提出了2个问题，很关心，我们是理解的。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有在适当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我讲了我的观点。如果我们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是不理智的。最后我再一次的呼吁，动乱，中国出现过很多次动乱，原来很多人并不想搞动乱，但是最后发生了动乱。我们北京这几天已经陷入了，我可以说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我希望同志们想一想，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不可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现在所关心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些孩子们的生命，这是一个最关心的问题。今天就必须把这个身体已经非常弱的同学送到医院里面去啊！我想就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个达成一个协议因为现在这个事态的发展，正像我13号晚上跟沃尔凯西和这个王丹讲的，我说这个已经超出了你们的这个就是发起人的这些善良的愿望啊！现在已经不是你们能够这个。公元1989年5月19号，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这天夜里，李鹏发布了戒严令，把学生和知识界彻底推到了对立面。这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6月4号的留学惨案，就是由这么3件事注定的。第一件事，1987年胡耀邦下台，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件就是426社论，第三件是520的戒严。邓小平就是这么一步一步亲手葬送掉了自己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事情要说简单，其实就这么简单。这天我勉勉强强从床上爬起来，昏头昏脑的骑着车去蓟门饭店。到了门厅的服务台，正在打听开会的地点，王丹站到了我身旁，他也是刚到。我们一起上楼，进了2层的会议室，已经快10点半了。会议刚刚开始，到会的有陈子明、陈小平、刘立群、叶岩，叶岩是一位记者，杨百奎，杨百奎是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党委书记，刘卫华、王丹、王志远、陈明远，还有什么几个别的人我不认识。据说还有市民联合会的代表。陈子明在主持会议，他说这个会本来应该由军涛主持的，可是早上军涛的手被车门挤伤，去了医院，上午就由他代为主持。后来知道他和王军涛商量了一个1线2线，他们的分工是陈子明主持2线，就是准备情况不妙的时候，大家往他去准备的那个什么基地去撤退。陈子明先讲了讲会议的宗旨，无非就是前一天晚上在车上和我们讲的那些，说要召集社会各界最早站出来支持学生的代表，不定期的开这么个联席会议，沟通信息，协调行动，相互支援。他说，还特别说不是组织，是不定期的会议，其实就是组织。他说，秘书和后勤工作都由他们那个研究所民办研究所负责。接下来他说完了之后，就是各方代表交换信息，介绍情况。吃完午饭以后，走了几个人，又来了几个人。来的人当中就有王军涛和闵琦。我实在困得不行，找了个房间睡了一觉，一直睡到将近3点。等我走进会议室坐下来没多久，陈子明从外边进来，表情非常的紧张严肃，叫大家静一静。他说有重要情况。我还以为他马上要宣布说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说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一个绝对可靠的消息，说赵紫阳已经被罢免，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今晚将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采取强硬措施，可能是派军队进城实行军管。在座的人一听，全都跳了起来，高声痛骂混蛋，活腻了，豁出去拼了等等，总之是群情激愤。陈子明当即对我、杨百奎和刘卫华说，你们几位是不是辛苦一下，马上写个东西把消息公布出去。于是我要过陈子明手里的电话记录稿，大概也就是20分钟，
写成了那份现在人人皆知的告人民书。我念了一遍，一边照大家的意见做了修改和补充，交给了陈子明。大家决定让陈明远先去广场和学生取得联系，其他人晚上能去的都去广场。我出去给公司里打了电话，让总裁办公室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万润南。晚饭后，我问陈子明，那份告人民书是怎么处理的？他说先搁一搁，再证实一下。我没再多问，骑上自行车就回家了。中央电视台正在播送李鹏讲话，这之前大概10分钟，万润南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讲几句，他听见说有重要消息，就把话筒放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5月19号晚上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重要讲话。同志们，今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我们的广大的革命的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他们散布了大量的谣言、攻击、污蔑、谩骂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这就迫使我们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党，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的、坚决的措施来制止这一场动乱。我听完李鹏的广播，从沙发上跳起来，一边骂不绝口，一边冲下楼，骑上自行车就往广场跑。我当时肯定是已经疯了。虽说已经过了半夜，所有的十字路口上差不多都挤着一群一群的人，马路上全是和我一样的半疯狂的学生，骑着自行车往广场飞奔，根本用不着什么指挥煽动，李鹏的讲话就是动员令。广场上早已经人山人海，我到处打听联席会议那些人和学生头头，奇怪的是一个也没找着。我在人群里挤了好一会儿，见到了世界经济导报北办，北办是就是驻北京办事处。世经导报北办的牟军，他说高自联正在开新闻发布会。我们挤进人群，站在一辆大轿车下边，听李璐拿着个半导体话筒发表声明。然后陈明远冒了出来，慷慨激昂了一番，说他已经决定参加绝食，然后大讲了一通什么誓死捍卫伟大的宪法之类。我心想，快收起你那伟大，留着回家用吧。我以为他一定知道王军涛在哪儿，就把名片递给车门旁边的学生纠察队员，说我要见陈明远。他们叫我等等，就把名片传了过去。没想到等了足有半个多小时，没有任何动静。正好来了一位高自联的马少芳，斡旋会上他也在场，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为人坦诚正直。他把我弄上车去，然后我就让他们去叫陈明远。过一会儿，传话的学生挤过来，说陈老师在休息，他已经开始绝食了，得保存体力。我愣在车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以为我听错了。
要不就是他们已经神经错乱了。我挤过去，走到车厢最后边，很尊敬地叫了一声“陈老师”，上去拍了拍他的手臂，他眼睛都没睁，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一言不发。我问他怎么回事，哪儿不舒服，又问他见到王军涛、陈子明没有，他还是一言不发，满脸一副殉难烈士一般的凛然沉痛之色。我正摸不着头脑，旁边一位女学生解释说，陈老师在绝食，需要保存体力。我一听这话，顿时就像触了电似的把手抽出来，心里只觉得一阵恶心。他肯定是入戏太深，不能自拔了。在那辆乱七八糟、臭烘烘的大轿车上，我待了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上那帮大学生硬是要轰我下车，马少芳怎么解释都不行。他们那股子自我的重要感，那股子进入舞台中心的主角意识，想想真让我心如刀割。他们那个时候差不多嫌一切人都碍事儿。当晚天气奇冷，我在广场上乱转了半天，一无所获，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将近凌晨4点，我浑身冻得打起寒战，只好赶快骑上自行车，没命的往回走。到了白石桥十字路口，332路公共汽车的头班车迎面开过来，一群学生上去把车截住，号召车上的人罢工罢市。又有几个骑车进城的大学生在那儿散发传单，我接过来一张，一看，原来就是我写的那个告人民书，改动了几处，署名是北大学生自治会转印。后来又见过几个不同版本，看来流传甚广。520戒严令发布以后，长达半个月，这戒严令就像废纸一张，直到64坦克开上大街，机关枪向人群扫射，就说明这个戒严令它失民心、犯众怒到了什么程度。哪有什么反革命暴乱呢？明明是军队杀人，继承了民变。